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NT 小杨老师。平成的20位假面骑士 FRS 终于出齐了，但是我对这个系列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特别请了对假面骑士比较专业的布莱达老师来帮我们一起解说。大家好，我是布莱达。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终于等到了这个令人感动的时刻，这个终于全部出完了，我们也基本上把它全部都收齐了。那假面骑士这个系列的模型呢，它一开始是先做了 MG 的系列，比较大只的。那个时候出了昭和的1号，然后出了 W 后子。那同样那个系列还出了七龙珠跟航海王的一些角色，但是出了没多久之后，他就没有再继续做。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这个系列就缩小了。那个时候是叫做一个 Figuarts 6的系列。那假面骑士先出了 Fight 跟 Kabuto。然后那个系列，它那个时候又出了一些像是其他加速世界之类的一些角色，但是 Figuarts 6这个系列过了没多久又停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 Figuarts Standard 的这个系列。那现在这个 FRS 系列，它除了假面骑士，就还有非常多的超人力霸王，还有七龙珠，它都出得非常的齐全。显然技术可能已经很成熟了，他们对这个系列也是非常有信心，就一直不断的有在出新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每一位有什么特色。那平成系列的第一作就是这个空我。那模型的话，它是出的算是蛮齐全的，有除了这个基本的全身形态，然后比较特殊的是，它是这一系列里面目前唯一一个有出空我的机车的。那因为它空我当初它也是继承了 RX， 它有形态变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的设计。那它在模型上，它也是有出了就是泰坦形态、飞马形态跟水龙形态，出的还算蛮齐全的。那目前已经有公开了这个系列全部出完之后，下一个会开始的第一支就是究极空我。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会直接出每一个的最终形态，还是可能会有某一些的强化形态。可是现在这个 FRS 系列的空我可以算是做的蛮齐全的。那平成系列第二作接续着空我的话，第二支它是假面骑士 Akito。那一般的翻译是二门，虽然它是跟空我在故事上有一点点连续，但是不是连续的那么直接。它在故事上有略微的提到跟前作世界观的接续。这一部也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出现了2个以上的假面骑士的主角，一个类似有点像是装甲动力服的 G3的这样的设计。它开始不是只有一位假面骑士主角这个设计。那这一款模型的话，它里面也附了这个二门的徽章，一个很大的这个设计，就是很漂亮。那这个系列它当初在出的时候，并不是照着他们登场的顺序来出的。那强化形态这个部分，我们也不知道它会用什么顺序，所以我们可以期待看看第二支强化形态会不会是二门的闪耀形态，或者是燃烧形态。然后再下一部作品的话，就是假面骑士龙骑。这部作品的话，在开播之前，它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有点像巴扣的这个造型也是非常让大家议论纷纷。而且它这部作品，它的假面骑士的数量又比前一作更多，而且它是设定上是一个骑士大战，里面的假面骑士不一定是好人，甚至有坏人，甚至是罪犯变身成假面骑士。它这个当初在播出的时候，也是让大家有很多的讨论空间。那这款模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龙骑它的盒子比其他人稍微大一些，因为这一款它里面有附他们近世界的召唤兽，就龙骑的契约兽，它这次无双龙一整只都有附在里面，非常大只，所以组起来是非常的有分量。然后再下一步的话是假面骑士 Fight， 那它跟前一部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他们开始使用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设备来变身，他们这个用的是手机。那还有配合有时候一些他们的一些功能需要卫星连线，这种设计跟以前的假面骑士就是比较不一样。那我们当初的话有制作了一款这个加速形态的 Fight，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那这款的话，它这有一些可动，它里面的内构也都做得很精细，只是它当初可能没有设想到就是这种形态变换的时候，所以有一些颜色上它可能要另外出成2盒，才能直接让你做成不同的形态这样子。我记得它变身数要打555，对啊，那是Fight。那如果其他人像凯撒就是931这样子，每个人要按不一样的号码。再下一款的话是假面骑士 Blade， 对，假面骑士剑。那它这部作品的话，它有4个主角的假面骑士，他们分别是对应那个扑克牌的黑桃方块，然后红心跟梅花这样子的设计。然后他们变身的话是使用召唤，他们要用那个卡片去封印
被他们打败的不死族的敌人。那这个模型里面的话，它有附这个卡片，就是设计的还蛮精致的。这是什么？就是封印的卡片，封印坏的。原本是空白的卡片，然后打败相对应敌人每一个，总共有52只不死族啊，那就是4个花色，然后13只。那打败它之后，他们会用这个卡片把不死族封印在这里面，就可以使用那张卡片的力量。那再下一款的话就是这个假面骑士响鬼。那这一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造型跟传统的骑士有非常大的差异。那有一个说法是，当初这部作品它一开始企划的时候，并不是假面骑士，是作为另外一个特色英雄的剧本来做设计的。那这个说法似乎也没有得到就是非常确切的证实。那总之它的造型是非常的有特色。它变身它也不是刷腰带，它是拿音叉之后摆在头上这样子。所以它的造型就是像传统的日本的那种鬼，然后对付的也是妖怪。他们的主题是用它在打鼓，它是用它的那个音乐去净化这个妖怪，就像日本传统的神乐舞那样子的那种设计。那这款模型的话，它在呈现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的成型色直接采用了跟它设计上就是用这种有点变色龙的这种颜料。它在不同光照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色偏的，所以速读起来其实就非常的漂亮。它是已经帮你喷上去了。对啊。真的，在不同角度，它的那个色泽都不太一样。然后在下一部作品的话，就是这个 Capital。那它的每一只骑士的造型都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昆虫，像是这个是独角仙，然后锹形虫这些昆虫，然后再配合它这个很高科技感的这个设计，所以它的这个造型上其实也是非常的帅，非常的受欢迎。那我们之前也有蛇先生做过这次红色 Capital 的版本，那也还有小江老师做的这个 Dark Capital 的版本。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回去参考一下我们之前的影片。然后再下一款的话，这个电王它也是人气非常高的一部作品。那它的基本形态4种也都有出入的齐全，我们之前也全部都有把它做起来。有兴趣也可以回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我们有非常详细的介绍。然后再下一款的话是这个假面骑士 Kiba， 它是这一系列里面的最后一块拼图，虽然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会把它放在最后一个。那它的设计就是有点像吸血鬼这种西洋妖怪的这种风格，那它的造型是很帅，但是在剧情上，就是他当初在表现的时候，他一下子会现代过去这样子跳来跳去的这种描述的手法，然后再加上后面的剧情有一点像8点档狗血的那种表现，剧情上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它的造型是非常的让人喜欢。然后它这款模型的话，它在设计上也是采用了就是有亮面，然后有雾面，然后也有涂装银色跟一些铸造感的这些零件来表现它不同的质感。那这一款的话，它是平成系列的第9位假面骑士，接下来就会接到中间的一个节点第10位的假面骑士的这假面骑士 Decade。那平成假面骑士它这样一波就来到第10年了，这10年都没有间断，1年有出现一位新的假面骑士，所以这1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间点。那他们就打算让大家可以回顾过去的一些角色，让他们再登场、再出现。所以这个 Decade 当初跟电王的这个设定有一点点类似，他们可以融合移动到不同的世界。那前面就有一些过去的前辈都有出来。那 Decade 它在设计上，大家注意它的颜色不是粉红色，它是洋红色，这个一定要注意。然后它使用的话就是它的卡片，它可以用这个卡片变身成前辈的骑士。那这个模型里面的话，它也附了很精致的这个卡片。那因为 Decade 它可以用这个卡片变身成其他的骑士，那变身成其他骑士的时候，它的腰带还是会维持这是 Decade 的腰带，所以它在模型上它也有做一个特别的设计，每个人的腰带他们的卡榫是共通的，可以换下来，可以换成 Decade 的腰带，假装它是Decade 变成的那个骑士。那我们只要看到它的说明书上有这个部分，教你怎么样把它的原本的腰带拿掉，然后换成 Decade 的腰带的话，就都可以做这样子的这个替换。那接下来就是平成的这个后半段，这新的这10位。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接在 Decade 后面的这个假面骑士 W。那它的造型上非常有特色，就是两边是不一样的颜色，那它是使用 USB 的这个记忆体，叫做盖亚记忆体这个话去做替换，那插不一样的记忆体就可以变不一样的颜色。那这个系列的话，它也是出的还算齐全，另外的黄色、蓝色，然后银色、红色，甚至是单边它只有用一个记忆体变成的黑色的 Joka 形态，然后还有黑色、白色的 Funk Joka， 那其实也都有出，那甚至连他们的骷髅形态也都有出，就做的还算蛮齐全的这样子。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特色，它是不是有一个骑士梯会分开？对，它这个
Cyclone Joka 它的骑士踢的时候，它是会从中间这样子裂开的，帅不帅就见仁见智了，蛮特别的。然后再下一步的话就是这个假面骑士 Oz。那假面骑士 Oz 的话，它是有3个不同的硬币，上中下3个部位这样子来变身，然后可以切换成各种不同的形态。那从假面骑士平成后半段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色，就是变身用的道具越来越多。像 W 的话是6个记忆体可以互换，那 Oz 的话就是3个上中下这3个硬币，然后搭配几种不同的连组可以互相换，那总共可以变成好几百种形态这样子。那假面骑士 Oz 的话，这个之前我们也有做过影片，那佘先生做的非常的精彩，同时还制作了那个鸟连组的影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头去欣赏一下。然后再下一部作品的话是这个假面骑士 Foze， 那它是假面骑士40周年纪念的作品。那当初播放的时候，它的这个造型，它是以就是宇宙飞行服的下去做设计的。那它整体的内容，它是走一种美式的那种校园风格。他们的活动是以学校社团的方式来做进行，所以它的剧情的走向上跟前面几部作品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这个造型的话，就有些人会觉得不是那么喜欢，但是这个弹头看久了其实是还蛮可爱的。然后它变身的话是用它腰带上，它一次可以插4个这个开关，总共会有40种。那每10种20、30、40的时候都会是一个比较特别强的形态这样子。这一台我也有说 SIC 啊，它这个手跟这个脚就是透过替换的方式可以去呈现。它是火箭加砖头，那它的骑士踢的话就是要配合这2个开关才可以用得出来这样子。那再下一部作品的话是这个假面骑士 Wizard， 那它的这个设计上，它是使用魔法，它会戴一个这个戒指，然后可以用这个戒指来放魔法。那它的造型上，它的这个脸跟它身体上是这个看起来透明的宝石，然后再加上它的下摆那个有点像披风的那个长摆的裙摆，它在打斗的时候，其实画面是蛮帅的。不过它就是虽然是巫师，但是大部分都是魔法括号物理的这种战斗方式。那这个宝石的部分的话，它也都是用透明零件来做呈现。它这个脚底是一个魔法的图案嘛？对啊，其实每一个的脚底它都有它的造型啊，你仔细看的话，它们的脚底都不会是平的。然后再下一款的话是假面骑士凯伍，那它的造型设计上融合了蛮多的要素的，它是武士，然后再加上水果，就是也看起来没什么关联的造型，所以它基本形态是柳橙，它还可以换是草莓、西瓜之类其他的装甲。那不同的装甲会有不同的能力这样子。那这一部的话，它除了像主角凯伍是日本武士的风格，那2号骑士的香蕉，它就是西洋骑士的风格。虽然它一开始看起来这水果怪怪，可是其实看久了它的造型是还蛮不错的。那这个模型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办法重现它跟柳橙在合体的时候，头上会戴一个大大的柳橙这个形状，蛮可爱的。好特别的。我一开始想说它的颜色怎么会那么丰富？柳丁是柳橙，你看这个剑就是水果切片。哦，我现在才发现呢。然后这是柳橙里面的那个果粒啊。对啊。那再下一款的话就是假面骑士 Drive， 那当然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主要驾驶工具并不是摩托车，是汽车。当然它并不是第一个开车的假面骑士 ，Black X 也有车，响鬼也有车，但是他们也有摩托车。那 Drive 的话，它是只有开车的。那它的设计上它是警察，这也是假面骑士比较少数会有扯到公权力的。从一开始的空我2门那时候会跟警察合作，中间慢慢的大部分他们都比较不会去牵扯到警察的这个部分。那这部分的话，他们是把就是假面骑士直接做成警察中间的一个部门，然后来对应这些怪人发生的一些其他的事件。那它的这款特色就是它身体中间的这个轮胎，它是可以替换成其他不同的轮胎来对应其他不同的功能。那这一部的话，我们之前也有过制作影片，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再回去看一下。然后再下一步是这个假面骑士 Ghost， 那它变身的话，它是用历史上的伟人跟名人他们的灵魂，它收集在一个这个叫做眼魂的这个变身器里面。那它就是靠这个不同的眼魂来做变身，所以它变身成不同的形状的时候，它的这个外面的帽子的颜色会不一样，武器也会跟着不一样。然后在剧情里面变身的时候，它的这个像穿一个外套这样子变身完，然后再把这个帽子掀掉，这个动作就是比较帅的部分。那模型的话，虽然它这只有基本形态，它还是可以做出单独那件外套的样子。这个是 Ghost 的，是他一开始是死掉的，是不是？那他死掉了。哦，所以那他一直想要复活，但是中间复活之后，他收集到一些东西，中间有把复活的机会让给别人，所以剧情拖得比较长一点。哦，
再下一步的话是这个假面骑士 Exade， 那它的特色的话，他们变身假面骑士的话都是医生，然后他们是为了治疗一种叫游戏病的病毒，然后他们会用游戏卡夹去做变身，这是它主要的一个设定。那这一部的话，它在设计上，它这个造型，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2个大眼睛也是非常的跟前面的很不一样，尤其是它这个是 Level 2等级2，那它在 Level 1的时候是一个2头身的那个比例，所以它的这个造型上也是蛮多人不能接受的。但是实际上它在剧情里面演员的表现都非常的蛮不错，剧情是蛮精彩的，所以大家就要看它的造型很奇葩，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是蛮好看的。然后再下一款的话是这个假面骑士 Build， 那 Build 它的主角他是一个物理学家。所以他们在剧情里面表现的时候，会有掺杂一些小知识之类的。那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的一些很多强化道具都是由，因为主角自己是科学家，是由他自己开发的。它的造型跟 W 有一点点像，是左右2种颜色去混合，但是它不是从中间剖半，是斜插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的话，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FRS 这个系列，它重出的时候，差不多是 Build 正在播映的时候。所以这个新的系列出的第1款是这一盒，然后再是刚刚的 Exade， 然后再下一款的死亡。他先把他们这个系列刚要推出的时候比较新的几个作品先出完，然后才慢慢回头去出之前旧的作品。然后就到了第20个这个假面骑士吉欧，它一般翻译是时王，时间的时，王者的王。那它的造型上可以看到很特别，它为了强调时间的这个造型。它的头这边是时针跟分针，然后胸口中间这条银色的是一个表带，手表的那个表带，来象征它有对时间的这个意义。那因为它是第20部作品，所以它跟第10部的 Decade 也是蛮类似的，它也收集了很多就是旧的骑士有回来，尤其是这部作品上，他在演出的时候有找回当初的演员的部分，比 Decade 的时候还要多。那为了穿越时空这个部分，在设定上总是会有一些比较混乱的部分，但是整体上它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看起来是蛮精彩的。哇，现在介绍完这20台，我觉得有一些作品我看过，有些没看过，听起来都蛮有趣的。那最新出的就是这个是叫做 Key 吧，吸血鬼这个。那刚好它是最新出的，那我们这一集就请布莱达师傅来帮我们做这个制作范例。
I never got it, why'd you have to go? I guess this world's too slow for you. I think there's beauty in the gray, the cold, but you just want to go. And there's no way I can beat it, 'cause I got no chance, no chance when it comes to her. She got the glitter and the fame, and I just wasn't enough for you. I wish you could be happy, happy, yeah, yeah. But I can't lie, lie, lie. LA made you crazy, crazy, yeah, yeah. You don't care what's real no more, no, you don't want me anymore. You only want what you can afford. This is goodbye, bye, bye. LA made you crazy, crazy, yeah, yeah. I see your stories and I can't believe all the people you meet. Think you belong with everybody else, but you belong with me.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cause you don't see straight, when it comes to her. No, she's gonna eat you up whole, spit you out, and then you'll be free. Every day. I wish you could be happy, happy, yeah, yeah. But I can't lie, lie, lie. LA made you crazy, crazy, yeah, yeah. You don't care what's real no more, no, you don't want me anymore. You only want what you can afford. This is goodbye, bye, bye. LA made you crazy, crazy, yeah, yeah. You don't care what's real no more, no, you don't want me anymore. You only want what you can afford. Don't I make you feel something? Or maybe you can't feel anything. She's not gonna give you everything. I wish you could be happy, happy, yeah, yeah. But I can't lie, lie, lie. LA made you crazy, crazy, yeah, yeah. You don't care what's real no more, no, you don't want me anymore. You only want what you can afford. This is goodbye, bye, bye. LA made you crazy, crazy, yeah, yeah.它这个宿主的是跟前面那个一样有上过色，是不是？
这个没有，红这个没有色它是亮面的。哦，银色的零件是有上过色的。哦，但是它的这个红色，我感觉它也蛮丝滑，好镜面。对。那你这台做完，我们跟观众说一下你做了什么，好不好？那这个在制作上的话，基本上还是一样，最主要就是我们剪零件，然后打磨汤口跟主要口，然后做一些无缝。那我们在打磨的时候比较会有一个不一样，是因为这一款我们刚才有看到它的一些零件，它在设计上它本身就是零件是很光滑、很亮面的。那其实相对于那种零件的话，我们其实就不需要整个零件把它全部都打磨，就保留它原本很光滑的面，直接上色就可以了。那它的银色的部分是有另外上过一个银漆的。那它的设计上，银色的零件大多数也都是有隐藏式的汤口，所以处理起来其实是还蛮方便的。那不过就是因为它在设计上，银色的部分也会有一些要做无缝的地方。那隐藏式汤口的话，它的汤口反而会在结合的这个面上，那反而那个地方要把它处理的平整一点，它在做无缝的时候，它的零件才会比较容易可以密合。那 Kiba 的话，它的造型上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这个锁链。那这款模型的话，它也是这个锁链的造型也是蛮精致的，但是它有一些地方，尤其是肩膀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锁链的这个卡榫，相对的在某一些角度上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这次在制作的时候，它肩膀这个部分的锁链，我有把它的卡榫的地方剪掉，然后原本肩胛上凹的卡榫的地方把它填平，这样子才不会转到某一些角度的时候，那个卡榫就比较明显。脚上的锁链，因为视觉效果上我看起来那个卡榫没有那么明显，就没有做这样的处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款，它在速度上，它其实分件设计也是蛮优秀的。像这些红色的这个色块，它基本上全部都有分件，除了很小很小的那一块没有之外，其实直接组装起来就蛮漂亮的。但是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它是包在这个银色的盔甲里面，所以银色的盔甲，它这外面还有一些地方要做无缝。那因为它如果说里面分件设计的这么优秀，那我们还是把它全部粘起来，然后再上色后再做遮盖，就有一点浪费了它这个分件。所以它在这个设计上，可以把它胸部这个部分红色跟黑色的零件，把它里面的卡榫剪掉，然后在外面银色这个装甲做好无缝之后，上完色再把它套进去，有做这样子的分件的处理。那这个系列的话，它的手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左右开，几乎每一只都是要做无缝的。那 Kiba 它在设计上有这个很像血管的这个条纹，那它毕竟还是开在中间，它虽然有稍微尽量避开一些它这个条纹的形状，但是我们在做无缝的时候，还是会要做到这些起伏的部分，像是手这边。那脚这边的话，中间也会有一个凸起来的这个血管，我们做无缝的时候都不可避免会遇到这个部分。那我们在打磨无缝的时候要小心，不能把那个凸起来的条纹都把它磨平。那这个时候，我们瞬间胶在打磨的时候，可以先用笔刀把它大部分的先刮掉一些，然后再用我们的纱布，纱布的表面比较柔软，它可以顺着凸起来的那个条纹去做研磨。它可以研磨出一个比较滑顺的平面，也不会把它凸起来的这个造型把它完全给磨到平掉。这个真的是无缝高阶版，我觉得这个无缝好多，很多，手脚头身体全部都是。那 Kiba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右脚的这个封印的拘束器，它是2片翅膀合起来的这个部分。那原本它的造型这2边它是有一点陷下去的。中间有凹下去的部分，那模型这边它做成是平的，所以这边我们有把它稍微切削一下，做出跟它剧里面比较类似的，有这个有弧度的这个造型这样子。那 Kiba 这只角色的话，它的颜色主要就是黑色、银色跟红色这3个颜色下去搭配。那我们在颜色的处理上，黑色的话，因为它大部分是皮套的这个部分，我都是习惯把它处理成是半光泽的黑色这样子。那银色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盔甲它是有一些弧度有反光，所以我有先打黑底，然后再喷上银色，让它在某一些反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明暗差。那它身上的这个锁链虽然也是银色的，但是如果全部都做成一样的银色，会感觉比较单调一点。所以锁链的部分我是先喷上黑铁色，然后再用银色去干扫，让它有一些比较沉重的感觉这样子。那红色的部分也是有让它分成2种。基本身体的这个红色的话，就是先喷了亮光的红色之后，然后再用透明色的紫红色稍微做出一些阴影这样子。
那另外的腰带还有头上这些有花纹的部分的话，那是用了金属红，让它有2个不一样的红色的质感来做表现这样子。那这款的话，因为我们刚刚有提过它的一些分件，像这些红色的色块，其实都分得蛮细的，所以这支在制作上，它的遮盖并没有非常的复杂。颜色比较复杂的就是它这只解放之后的它骑士体的这个脚，它的翅膀会打开，会露出里面红色跟还有它这个绿色的这个魔黄石。那这个3颗魔黄石都分别要遮盖，然后整只红色的脚也要再遮盖一些这个原本是黑色的部分，然后再加上这个打开的翅膀，其实也是做了模型我才发现，它现在打开还是红色，它的背面其实就是它原本包着的时候的影色，而且上面竟然还有设计这个条纹。然后因为以前在看影片的时候，它打开踢人都是在正面朝前，其实不太有看到这后面的这样子。是做了这款模型，我才知道它这后面其实还有这个条纹的。这个设计很棒哎，就是我刚才也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个打开。对啊，他在用这个大绝招的时候，他要先吹一个笛子，然后解放之后，他的腰带的这个蝙蝠会过来把它的这个锁链解开。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缝，它就是从这边打开变成这2边翅膀这样子。以上就是制作的部分。好，那这一次呢，我们非常感谢布莱达老师花了这么多的心力，又把这个假面骑士做得那么好。就是我看到这么多无缝，我的手都软了。那假面骑士这个系列呢，我们其实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想把它做得更完善一点哦。那也希望各位喜欢假面骑士的朋友，那记得帮我们分享这些影片，不管你是分享到你的社群啊，或者是你的推特、你的 IG， 反正就是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有一个频道我们在做这个假面骑士的模型。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频道，请帮我们点赞、订阅跟分享哦，拜拜。这个宿主完乍看之下就真的很帅，但是细节上就是真的有很多的无缝要重现。对啊，这个最大的难度应该就是在处理这些。所以如果你真的只会宿主，你也可以买回来组玩，就很帅。那你如果想要挑战自己的手艺，真的就可以练一下哦，真的全部都给你对半婆哎。所以你们不要看这小小的差异真的是会花很多时间来处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喜欢假面骑士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分享到各大平台哦，拜拜。